入侵者再动一下，你下半辈子就坐着尿。别激动，美女，我就是个送快递的，我叫赵磊，26岁，我穿越了。什么？装了38万块钱货的车丢了？赵磊，你小子等着追责吧！走投无路时，我一睁眼就穿进了这个蛮荒世界。天上掉下来的铁疙瘩，天罚！我看干旱就是他带来的，外场人都是灾星。送快递，那是什么？阿妈，渴。土地该裂，所有人嘴唇起皮，缺水，严重缺水，就是帮人送东西的。你们这儿最缺什么，我就送什么。少说大话！你是不是黑风城派来的探子？我要是探子，就不会开这么大个车来了。那你说，你车上装的是什么？好东西，能救命的东西。空的，我那38万的货呢？能救命的东西，一堆空气。等一下，我记得放这儿了，肯定有。你还有10秒。什么玩意儿？这车我开了3年，从没见过这东西。蛮荒送快递系统已激活，欢迎来到没有神明的大荒世界。新手任务：完成首次需求扫描，奖励新手物资自选权1。系统盲盒，我和旺财有救了。10秒到了。冰可乐，我要的是能救急的物资，你给我这玩意儿？冒白气，有毒！这是什么？怎么是冰的？城主，别喝！好东西，比水好喝100倍。喝一口，不好喝，你那把刀还差刚才那位置。冰的，甜的，有东西在舌尖上炸开。还有吗？有，这一箱都是你的。新手物资自选。新手物资已发放，下一级盲盒需满意值达到30点。把他带进城。城主，长老那边怎么交代？真让他给民众送东西？一切责任我担着。下一个雨季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来，大家已经等不下去了。旺财，坐下。你这狗倒是没心眼。手笔需求匹配完成，满意值加10。物流之王，把物流网铺满整个大陆。我就是规则制定者。你叫什么？赵磊，你呢？苏诺。已进入黑石城范围，本地声望中立。黑石城，我征服世界的第一站。排队，一个一个来。大人，这个能换水吗？能，拿东西换。没东西的，帮我做一件事，换一壶水。3年了，3年没喝过这样的水了。你说做一件事，什么事？登记，名字，家里几口人，最缺什么？索诺，你把一个来路不明的人带进城，现在还要让他查全城的底细。他车上有水，贵族议事会能给我水吗？外商人，黑石城的事儿，贵族议事会说了算。苏诺他爹可以，但他想做黑石城你的主还不够格。懂了，前城主之女被贵族架空了。我不管你们谁是议事厅谁不是，要喝水就排队登记，不喝别挡着别人。苏诺，你找的这个人跟你一样不懂规矩。别动手，拔了就得按他们的规矩来了。他说的没错，议事厅里我只有1票，贵族有6票。今天之前你有几票跟我没关系，今天之后你的事我管了。为什么要帮我？你就当我看不惯这种高高在上的大人物好。大人，我什么都没有，颓废了3年，能不能赊一壶水？不用赊，喝了水把你名字写上，以后每天来广场帮我整理面单。大人恩德。别跪，我不收这个。你不收贵，你收什么？我收面单。满意值加15，当前满意值25分30。可乐喝完了？还有吗？满意值达到30点，盲盒抽取权限已解锁，是否抽取？抽，让我看看这次给什么。火鸡面和老干妈，这地方连水都缺，谁吃得了这么辣的东西？这又是什么？也是方便面的一种，比一般的泡面还要辣上不少。这什么东西？红的跟毒药一样。巴图长老，尝尝，咬一口你再说话。你想毒死我？毒死你？我舍不得，这东西比方便面还贵。这什么东西？舌头在烧，但烧完了还想吃。外商人，这东西归我了。可以，拿东西来换。换？我可议事会首席长老。我又不是黑石城的，少拿你们的规矩压我。你要换就去后面排队登记。换。
你要什么？兽皮10条，铁器5件。另外，明天让你的猎户来广场维持秩序。明天，我还要那个红色的酱。系统难道还会预测未来？怎么每样盲盒都恰好能解决问题？10张兽皮，5件铁器，辣酱给我。还有火鸡面，要不要试试？火鸡面，什么东西？这是什么？闻着就能呛死人！比辣酱辣10倍，敢不敢试？辣，太辣了，比辣酱辣还要100倍，辣死人了！我全包了吗？好吃，不管是现在的还是以后的火鸡面。这个可不行，盲盒里抽的，下次还能激出什么我也不知道。但不管抽出什么，排队登记，先来后到。外乡人，你那个盲盒下次抽到什么先告诉我一声。凭什么？凭我把猎户队调来给你维持秩序，谁不老老实实排队我干谁，这样可以了吗？可以，但我的规矩依旧不变，不分贵贱，先来后到。从明天起，猎户队每天派5个人来广场听神使调遣。冰可乐收了我，火鸡面收了巴图。这个人不用刀也能让全城的人心服口服，他到底从哪儿来的？大人，城东缺水最严重，123户，城西40户。老黑，你以前是做什么的？管过城里的仓库，颓废了以后，贵族就不让我干了。仓库以后归你管，颓废了手没废。看好了，不分贵贱，先来后到。巴图大人要5桶火鸡面，罐里有10斤野蜂蜜。排队。你说什么？排我后面去！猎户队谁不守规矩，谁就滚出城去。贵族真的排队了。年轻人，你知不知道你刚才让谁排了队？老伯怎么称呼？叫我石伯，打了40年井，做了50年木工，腿断了以后，贵族不让我碰工具。石伯，你的工具以后归我管，我这儿可没有那些破规矩。你这个人说话跟别人不一样。满意值达到100点，盲盒抽取权限已解锁，是否抽取？这什么东西？从哪儿冒出来的？是铁打的。大人，这铁家伙是什么？钻井机，能钻到地下50丈。50丈？那是不是能钻到地下水？铁打的，这根管子是铁打的，这上面的槽口，我打了一辈子井，从没见过。年轻人，这东西真能钻50丈？说明书上写的，能。这东西真这么神奇？你要是真能用这铁家伙打出水来，黑石城3年的旱就算到头了。外商人，你要是真能打出水，以后在议事厅我第一个替你说话。不用替我说话，老老实实排队就行。哼。师伯，带我去最干的河床。这条河干了3年，3年前水深过腰。没事，说明书上说能钻50丈，这才3丈。响声大有什么用？花架子。外乡人，收了吧，你那快递员的名头今天就要砸在这儿。大家伙都散了吧，铁家伙钻了半天全是干土，真有本事早就出水了。巴图长老，你吃了我的面，喝过我的水，你说我是假的，难道你的舌头在骗你？水和面是真的，打井是另一回事。你现在收手，我还能在议事帮你说句话，再钻下去还不出来，我可帮不了你了。巴图，他打井是全城人都知道的事，你现在让他收手，全城人怎么看？哼，苏诺，你年纪小，不懂人情世故，我这是在给他台阶下，免得当众丢脸。水蒸得这么快，底下有热气，打到18丈，打不出来我自己撤。巴图长老，还剩10丈，让他打完。老黑，你一个瘸了腿的仓库管事，什么时候轮到你来议事？我腿瘸了眼没瞎，赵乍人进城第1天就给我水喝，给我活干。他要是骗子，那世上就没有好人了。巴图长老，我男人去年渴死了，他临死前说，要是能喝上一口干净水，拿命换都行。我儿子发烧，是赵磊大人的水退的烧。你们说他是骗子，那贵族议事厅管过吗？你们这是要替他担保？对，10丈，打不出来，我们陪赵磊一起担。行，再让他打10丈，打不出来，明天议事厅见。哼，老黑，帮我记一下，都写什么？写他们今天站出来了，以后他们要的货我加1倍。偏3尺，这狗鼻子比系统扫描还灵。师伯，明天换个位置，偏3尺。为什么偏3尺？因为我家旺财在那儿刨了半天，那里肯定能出水。你不走，留下来看你是不是骗子。明天这个时候，我让你喝第1口井水。你说的？对，我说的。
你一夜没睡，脑子里全是面单上那123户缺水的人。大人，今天人比昨天多了3成，换个位置就能出水，白费力气。震感不一样，地下有空隙，出水了！出水了！3年了，这条河终于有水了，甜的，这水是甜的。赵大人打出水了，你怎么做到的？还有谁不信？满意度达到满值，等级提升至10级。升10级给了自选，自选才是硬通货，无线电就它。下一盲盒需满意值150点。现办。城东83户，每户先分1桶；城西40户，排队来领。大人，这罐水是你打出来的，还给你。我儿子去年旱死，他要是能等到今天喝一口这水，我就是死也瞑目了。水是给你喝的，不用还给我。活着的人得好好活着，死了的人才不算白死。大人，你一定不是普通人，你一定是上天派来救我们的神使。大人，要是你再晚来1个月，我也得带孩子跟他一起去了。您就是救苦救难的神使。都起来！我不是什么神使，是你们自己选的。昨天你们站出来替我担保，我才打到了18仗，功劳不是我一个人的。神使大人，我打了40年井，没见过1天打出水的。那个铁玩意儿不是人间的东西，从今天起是要赶你走，先从我老瘸子身上踩过去。赵磊，明天晚上议事厅6个贵族都想跟你谈。谈什么？谈你的规矩。最后一罐了，省着喝。明天议事厅我陪你去，谁也动不了你。你就是打出水的那个外商人，外面都说你是神使，我看也就那样，长得平平无奇，一副干苦力的模样。尝尝。什么东西？叫火鸡面，辣但好吃。这什么东西？越辣越想吃。外面怎么叫我是外面的事？我只说一句，我不是神使，我是送快递。神使的名头多少人想要？你往外推。我是唯物主义者，水是钻井打出来的，面是系统从另一个世界抽出来的，每一件东西都有来路，跟神没关系。我希望大家靠自己的一双手创造美好生活，别把希望寄在神身上，神帮不了你们。面单呢？你当真不要这个名头？名头是虚的，面单是实的。我来这儿只做一件事，谁缺什么写面单，我抽盲盒凑齐了就送，不分贵贱，先来后到。那你想要什么？我要的不多。第一，猎户队帮我维持物流秩序；第二，贵族也一样排队；第三，别挡我的路。要是我们不答应呢？那你们的水、面、辣酱全没了，全城人喝的都是他的水，你们觉得全城人会不会答应？表决吧，我同意，6票同意。赵雷，你的规矩黑石城认了。对了，我明天又要开盲盒了，想要的话，明天来广场带上你们的面单，排苏诺后面。神使，长老们的心意，10位美人，没惊动别人，我亲自带过来的。巴图，你大半夜不睡觉，就为了给我送人？这是月才18，花骨朵的年纪，全城猎户排队求亲，他一个都没看上。这是血莲，贺文长老的孙女，黑石城第1美人。贺文长老舍得把孙女送来，那可是真心实意。这是古音，她的琴声能让哭闹的兽仔。行，美，都很美，但是我不要，赶紧带走。大人，你连名字都没听完。不用听完，我是来搞事业的，不是来开后宫的。你这10个美人往我车里一塞，我明天还怎么干？耽误我进步。神使，这是长老们的心意，逆嘴。你要想拉拢我，用不着送，明天去广场我登记100个人的需求，那才叫心意。100个人的需求，你说的。10个美人各有风姿，为什么一个都不留？你没看出来，这10个全是贵族塞进来的眼线，剩下7个我没让他介绍，但猜都猜得到，一个平民都没有。这不是送美人，是安插眼线。我要是真收偏我车里有什么货，贵族比我先知道。你脑子转得比我刀还快。那当然，我是送快递的，不是来谈恋爱的。我连旺财的口粮都得算着喂，哪还有资源养眼线？光你一个人喝可乐都快把我喝破产。谁是你的人？我说的是光你一个人喝可乐，没说你是我的。你自己对号入座的，城主大人。下次再调戏我，我那把刀还差你2里中间。满意值达到150点，盲盒抽取权限已解锁，是否抽取？宠物粮？我这边刚拒绝10个美人，你给我来1吨狗粮，系统你故意的吧？旺财，这下你是爽了，这1吨够你吃到重孙子出生了。咋了咋了？出啥事了？你往下看。我去，这么大，狼都比我们那里的老虎大，数量还这么多。虎族联合，往年各打各的，今年一起来了。守不住，剑不够，人也不够，10个人才能对上1只兽，他们有500多只兽，得传令下去，从北门走。弃城，城里没法转移的老人孩子怎么办？不弃城全死！绅士大人，求求你救救我们，我们以后给你塑胶像啊！你打出过水，你一定有办法。不是攻城的，他们没有攻城的意图，应该是饿的，猎物旱死了，矿泉水没用，
压缩饼干不够，火鸡面他们吃不了，钻井机搬不上城墙，我车上有什么能挡500头兽？原来不是给旺财的，是送给他们的。系统早就知道他们要来。别弃城，我有办法了，你们先拦一会儿，我去就会。神使，你要是跑了，不会跑，我做了5年快递员，货到了就得送到，不管收件人是什么物种。怎么还没来？他不会真丢下我们跑路了吧？那我们怎么办？再给赵烈一点时间，兽群抵达城门前，他不回来，我们就弃城。旺财，上车，帮我咬袋子。是神使的巨兽，他要干嘛？要跑吗？他不会跑。守不住了，我才19，我还没娶媳妇儿。闭嘴！我媳妇儿在城里，我儿子也在城里。今天要么他们从我尸体上踩下去。我爹说黑石城60年没被破过城，不能在我手上破了。苏诺，他们快到了。他来了。他在开车撒粮，那条狗也在帮忙。兽群跟着车跑了，不攻城了。他拿什么东西喂500头兽？退了，兽群退了，不是退，是跟着车跑，全在吃地上的东西。神使真的显灵了，天不亡黑石城啊！你那个食物还有吗？有，但要拿东西换。力气、牙齿。明天天亮换1天活，帮我修城墙、搬矿石、清河道。按爪印的才有粮吃，不按的没得吃。明天我带他们来。宠物粮，系统给你的。对，傍晚刚抽的，抽盲盒上都没发生呢。我当时还嘀咕旺财哪吃那么多，没想到真派上用场了。系统怎么知道他们要来？不知道，看来系统要我送的客户不止人类，还包括兽族。可乐还有吗？没了，下次抽盲盒看运气。首次人兽和平接触达成，等级提升至15级，5族兽群全部纳入物疗白点。中立只是开始，5族只是第一步，下一步让这5个图标全变绿，以后这片大陆上所有生物都得来我这儿填面单。来了来了，他们真来了！人类，我来了。叫我赵磊就行，怎么就你一个兽化成人形了？这样好说话，他们不化，是因为不喜欢人形。我替他们谈。规矩我昨晚说了，拿力气换，干1天活管3顿饭。先登记按爪印，写上族名和能出多少力。斑纹豹族15头，10头搬石头，5头跑运输。字不错，练过？没有，天赋而已。灰狼族20头，但不跟野猪分一组，他们味道重。死狼，你说谁味道重？别吵。灰狼跟豹族修城墙，野猪跟石甲熊搬石料。野猪族12头，昨天那粮能不能多给点？吃不饱。干活卖力的晚上加1餐，偷懒的第2天减半。石甲熊8头，你那粮太干，噎嗓子。每顿配1桶水，多搬10块石头换1桶。成交。毒液溪6头，不搬石头，我们没力气，但能钻地。河道底下有块岩盘，你们挖不动，我们能挖。行，挖岩盘归你们。他们真排队了。那当然，看着挺吓人，其实还算老实。登记完了，什么时候开工？现在灰狼和豹族去南城墙，野猪和石甲熊去北边饲料场，毒恶溪留下，跟我去看河道。昨晚的粮每天都有吗？不一定，盲盒是随机的，每次都有人族物资，还多一份兽族专用的鲜肉、冻干果子、鲜奶，能保证每次都有你们那份。不想吃可以和人族换。你发誓，人族不骗兽族？我骗你有什么好处？以前也有外乡人跟兽族谈交易，谈完连夜跑了，让我们白高兴一场。我不是他们，货到了就得送到，不管收件人是什么物种。昨晚你说干1个月，想去想留随我们，还算数吗？算数，面单上写了，按了爪印就生效。1个月后我们可能不会走，看你的诚意。昨晚我在城墙上看见他，在河边用树枝练了1晚上经。你怎么又在城墙上？2族和谈是100年都没发生过的大事，睡不着不敢睡。
天天这么熬，小心脱发。他用人形握笔，说明他不想让我们把他当畜生。我从来没把他们当畜生，上面单就是我的客户。5组首批面单登记完成，满意值加30，当前满意值210，距下次盲盒还需90点。谁能想到呢？我穿越一趟，收了一群兽族打工族，工资低还能干，简直天助我也！首次人兽和平接触达成，奖励跨物种契约盲盒。这什么东西？系统给的契约卷轴，签了能听懂兽语。神使，不能签，兽语不是人该碰的。我不听懂他们说什么，怎么知道他们要什么？他们要的是吃你的粮，占你的城。我单，除了是我自己搞。兽语基础包已激活，等级20，解锁听懂万兽之环。你站累了就坐下，我听见你肚子叫。你听见了？听见了。你说外乡人跟见过的所有人都不一样。他真听懂了，我想的他也听得见。兽语只有兽族能懂，人族偷学几百年都没学会。你是我见过第一个不把我们当畜生的人。灰狼族认了，不是认你当主人，是认你当同行人。不错，同行人比主人好听。按了，你说过的，鲜肉多分我们2成。忘不了，你体型最大，吃的最多，野猪族可以签。但你得先证明不会拿我们当炮灰。你放心，我要的是长期合作，不是一次性消耗品。再说你们吃那么多，弄死了我还舍不得呢。我信你，按了。没爪子，按不了。尾巴占木。行了，以后这就是你的签名，比昨天画的值。契约生效，万族契约成就达成，首批兽族物资已发放至车厢。按面单分，灰狼修墙出工最多，鲜肉多2成；石甲熊搬矿卖力，冬干多2成；野猪先拿3成牛奶，毒阿西干粮加量。这东西比昨天那个粮还好。我这个人最讲信用，说了不会让你们饿肚子，有我一口吃的，就不会少你们1颗粮。明天要我们做什么？搬石头，城墙有几处松了，万一下雨会塌。灰狼和野猪居然走同一条路，还没打架。唉，这个外路人不按规矩来。规矩是死的，他走的是活路。这道痕比凿子凿的还深。我活60年，没见过人兽一起搬石头。以后城墙是他们自己搬石头修的，他们不会拿头去撞。他们真听你的话，连族群矛盾都能放下。不是听我的话，我们按了契约，是合作关系，合伙人和谐共处，才能共赢。赵磊，你是第一个让我觉得外面还有别的活法的人。几百头兽族的活法找着了，下一步铺上路到盐湖，再铺到帝国，到时候连帝国铁骑都得来排队填面单。你蹲这儿多久了？找我有事儿？有片林子，果子挂满了，送给你。送我？为什么？你守信，昨晚粮没掺假，鲜肉分2族，兽族不欠人情。行，上车带路。你也去。你一个人开车去鹿族地盘，我不去你回得来。几个月没下雨，哪来这么多果子？地下有暗河，根扎得深，旱不死。好地方啊，这能养活3座城。赵磊，没死，就是有点懵，
那串金色的帮我摘下来，熟的最好，不摘浪费。肿了，回去让石伯敷药。你这个傻子，命和果子你选果子。这不是一时心急吗？别念了，城主大人。嘴贫。以后定期摘好送到城门口。行，我到城门口接。摘！喊了3年，哪儿来的果子？北边黑牙的族群送的。这些果子分给全城，按人头分，登记了再来领。剩的晒丑果干过冬。首次人族兽族物资交换达成，额外奖励物流网络覆盖范围扩大。当前覆盖黑石城、兽族5族领地，下一阶段扩展至周边中立区域。系统这是鼓励我往外扩张，广结善缘，而不是打出去。有意思。你在想什么？明天我要在广场开全民大会，兽族也要参加。你用城主名头帮我叫一下人呗。你神使的名头不比我城主身份好用。我的梦想是建大陆物流网络，管理的事我不懂。再说神使是虚的，城主是实的，你叫人比我管用。你是第一个把我当城主的人，其他人只记得我是前城主的女儿。前城主的女儿也是城主，我不抢你位置，你也别抢我方向盘。明天几点？日上三竿，广场见。旺财，他刚才是不是笑？你摇尾巴是什么意思？他那是啥意思？你有3个女朋友的狗，快教教我啊！今天叫大家来就一件事，从明天起，谁想拿我的货做买卖，尽管来登记。盐、果子、兽皮、铁器，面单上有的我都供。你们拉货出去，让外头人签好面单，写明要什么拿什么换。我3天内发货。神使，你的意思是我们也能跑商？对，不光人族，兽族也一样。豹族腿快跑长途，灰狼认路当向导，石甲熊力气大压重货，谁有本事谁跑，我只管供货不抽成。哈，你是说我们也能当快递员？能，不光快递员，仓库管理员也要。老黑一个人管不过来，兽族谁识字能记账，优先录用。工资按天结，1顿粮加1桶水。俺蚁猪族不识字，能干什么？搬货、装车、押运，力气大就是本事。那没问题。神使大人，我这辈子没想过瘸了腿还能管仓库。你连兽族都招进来，不怕人说闲话？让他来找我，你腿瘸了手没废，黑牙脑子不比我笨，能干活的就是自己人。人兽同工，黑石城60年头一遭，以后每天都是头一招。巴图长老，大半夜找我什么事？坐。之前发水、发面、发果子都是小打小闹，议事会睁只眼闭只眼，但现在不一样了。你放开商路，全城人都能跑，这意味着什么？你清楚吗？意味着货能送到更远的地方。屁！意味着黑石城物资命脉全攥在你一个人手里。以前你只在城里送我不管，现在要往外通商，商路必须握在议事会手上。以后你的物资必须优先供给我们的商段。不可能！神使，你别忘了，没有议事会6票同意，你的规矩立不住。你也别忘了，没有我的货，全城人喝不上水，吃不上粮。议事会可以定下条条规矩，可规矩换不来水源，也换不来米面口粮。商路是我开的，规矩就是我定的。先来后到不分贵贱，谁的面单先签，谁的货先发，长老商队也不例外。你这是要跟整个贵族议事会作对？不是作对，是各管各的。你们成城，我管货；你们定你们的规矩，我送我的面单。我不抢你们的位置，你们也别挡我的路。巴图长老，你要的东西写纸上，3天之内写好，过时不候，别的事免谈。哼，
不识抬举，真把自己当成神使了。为庆祝第一支商队跑成，每人一杯啤酒，收族也有份儿，不够再加。好辣！酒就是这样的，你多喝2口就习惯了。好喝，再来一碗，比水还得劲儿，我也要。好好好，今晚不醉不归。失策了，没想到这群异兽酒量这么大，我3碗就不行了。黑牙喝5碗还能做，下次必须把他喝倒。你喝了多少？才3碗，喝倒了所有人类。妹子，你说哥厉害不？站都站不稳了，下次别喝这么多。我跟你说，黑牙看着话少，喝酒一点不含糊。石甲熊喝了1桶，下次我抽箱白的出来。什么人？滚出来！巴图的人，上面操了剧毒，一点点就能毒死你。回去告诉巴图，再搞小动作，下一车盲盒我开去别的城，让他吃屁去。不弄死他，太残暴了。我们那儿要叫警察叔叔抓的，不能搞私刑。你知道不，在我们那儿，你这种姑娘可多人追了，叫什么来着？女王份儿。你说我叫你女王怎么样？不行，那就苏女王、诺女王。警察叔叔不是巴图叔叔，不对，巴图不是叔叔。行了，你这个醉鬼，明天再说。明天不行啊，明天头疼，我得睡觉。后天找巴图算账，带上黑牙，喝死他。你每晚都在城墙上，是不是怕我被人杀了？不是，怕你跑了。明天起来自己看，看好你主子。巴图这狗东西，不给点颜色瞧瞧，真当我是活菩萨了。旺财，走。老黑，敲钟，全城集合。昨晚有人往我车底下塞这个，进了毒，差点要了我的命。谁这么恶毒，要毒死神使？哪个王八蛋干的？站出来！就是他，巴图长老，插毒刺的是他的心腹。不是我怎么会毒的神使？因为你想灭了黑石城，我死了，物流网就没了，兽粮断了，500头兽就会围城，到时候谁送水送面，谁开车撒粮？巴图长老，你是不是巴不得大家回去喝泥水啃猪皮？被异兽堵在城里等死。我儿子就是渴死的，谁要回到以前，我跟他拼命！巴图，你安的什么心？我没有要回黑石城，我只是……你只是什么？你只是想要物资分配权，想要全城货优先给贵族商队。我不同意就毒死我，以后大家就吃你们指缝漏的东西，活又活不下去，饿又饿不死，对不对？赵雷，这件事我们其他人完全不知情。巴图，你疯了！你差点把全城拖下水。你动他，就是动契约。动契约，五族不会再信任何人族。让巴图走！把他赶出去！黑石城不留这种人。2条路：一，你自己走出黑石城；二，我让兽族送你出去。你选。我自己走。巴图走了，但他的位置不能空着。从今天起，黑石城治理权全部归还城主苏诺，贵族会保留议事节位和投票权，不再参与物资分配。同意的上来签字。你的城
你管。你搞这么大阵仗，就是为了把权还给我？我说了，你们管城，我管货，我不抢你位置，你也别抢我方向盘。从今天起，黑石城没有神使，只有送货的赵磊和城主苏诺。我的规矩，先来后到，不分贵贱，签了面单就送到。他的规矩，你们听他的。货到了，路通了，大家一起活。神使，城主，变天了，终于变天了。这东西以后不许挂在腰上进广场。城主有令，小的照办。神使大人，井是好，井水也够，人力拎水，全城排队到天黑。面单上缺水登记还有多少户？83户，地势高的几户水压不够，还是解不到。昨天又有3户退单，说排队太久，不如喝雨水。3个月没下一滴雨，他们上哪喝雨水去？再等你再变个铁家伙出来。满驿值达到300点，盲盒抽取权限已解锁。太阳能发电板，师伯，晒太阳就能发电，电带水泵，水自己往上抽。这不是铁，也不是石头，说明书上怎么写？接井口，水泵放井底，发电板架空地，太阳一出来，水自己往高处流。天黑之前装好。神使大人，这水自己流过来的。我家住城东最高，以前挑水要来回1个时辰。以后不用挑了，太阳出来，水自己流到门口。这辈子值了。不值。83户缺水，今天消了40户，明天接着干。手套灌溉系统建成，等级提升至25，解锁能力通讯模块基础版。正好，石伯一个，老黑一个，黑牙一个，苏诺一个，我一个，剩下一个给盐湖曹老九留着。这就是你上次抽到的对讲机，抽的时候井还没打，你就知道今天能用上？不知道，但凡事多想一步总没错。抽进井机前我也没把握能打出水，走一步看3步，送快递的没这点绝住，早被站长开除了。你从第1天就开始铺这条路了？对，从你一刀扎我2腿中间那秒起，我就在想怎么让你当城主。那时候你差点成公公。现在不是没成吗？还多了1成人500头兽帮我送货。不是帮你，是帮我们自己。战略同盟是什么？就是以后不管多少人来，多少兽来，我们2个站一边。北边盐湖有岩石，但路被塌方峡谷堵倒了，不能绕，绕路多走3天。峡谷是最短的路，塌方3年没人清。峡谷碎石松散，踩上去就往下滑。去年有猎户掉下去，没找回来。那就修路，黑牙带路，我去看。底下有旧路基，清理碎石就能过。检测到石灰碎块与粘土混合，可合成原始混凝土，配方已发放。不用全清，把碎石砸碎，掺粘土和水，能粘成路基。石伯垒过窑，这东西他懂。回去叫野猪族，碎石他们拱得动，黑狼运粘土，石甲熊采石路基，3天之内打通。这辈子没拱过这么多石头。以后盐湖的盐运进城，每袋盐都有你们乳猪族的份儿。有人。哼，这条路谁开的？我开的。面生，哪儿来的？黑石城送货的。这条路我们管了，1斤盐交1斤粮，不交别想从这儿过。你贵姓？盐湖帮曹老九。曹老九是吧？你这把刀不错，缺了口还舍不得换。盐湖帮不富裕？少废话，交粮还是掉头，你自己选。路是我炸开的，材料是我出的，人是我带的。你今天要拦，先把修路费结一下。什么？听不懂？我再说一遍，先把修路费结了，再谈过路费。
修路费，你修路关我什么事？这条路通盐湖，盐湖是野猪族的，你占了盐洞，他们没盐吃，找我主持公道。我开路就是替他们收盐的。盐洞是我的，谁抢我弄谁。盐洞是野猪族的，你占了3年，我替他们要回来。你要打架，他跟你打。盐洞，我的。你带兽族来堵我？不是堵你，是谈生意。你把盐洞还给野猪族，盐还是你的。野猪族只吃岩石碎屑，不吃成品盐。你继续挖盐，我帮你运，帮你卖。火鸡面换盐，兽粮换岩石。以后你不用拿刀守岩洞，拿面单换货。面单是什么？我开的物流单，签上名，按上手印，货就送到。黑石城全城都有面单。老大，我听商队说过面单，黑石城的水、面、果子、铁器都是这么送的，兽族也按爪印领粮。闭嘴！签个字，盐湖的盐是优先供应万界一，我3天送第1批货。火鸡面、老干妈、矿泉水，你拿盐换。你要是骗我，我的车停在黑石城广场上，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。我不识字，按手印。面单规矩就一条，签了就得认，你不认，下次没货。曹老九，盐湖北岸，先送10包火鸡面来，成交。另外，你欠我3吨。什么3吨？修路费，10环盐3车，粘土2车，人工48个工，兽族出工另算。1斤盐抵1斤粮，按黑石城现价折算，你欠我3吨盐。这些兽族天天蹲在城门口。灰狼修城墙，石甲熊搬石头，豹族跑运输，签了契约，干活换粮。你昨天签的面单跟他们同一张卷轴。5族全签了。对，你要盐、铁器，我都给你送，条件是盐湖的岩石优先供应万界一。另外，那3吨修路费分3年付清，每年1吨。这把刀跟了我5年，放你这儿，3年之内，盐湖帮每年按时交盐，少1包，你拿这把刀来找我。刀你拿回去，我不收抵押品，只收面单，每年按时送货，每年按时收盐。你收约我收约，你不收约，下次没货。你是第一个不收刀的人。刀能砍人也能砍自己，面单不会。从今天起，盐湖帮的盐全部走万界一，谁在路上拦货，报我的名字。报你名字管用？从这儿到盐湖，方圆50里，谁不认曹老九3个字，让他来找我。盐湖北岸正式纳入物流网络，等级提升至35，势力范围扩大至盐湖区域。新解锁盐湖北岸驿站，下一盲盒需满驿值达到400点。新任务：建立首个跨区域物资调度中心。3个点，下一步把这虚线铺到帝国。盐湖帮是第一个，帝国是下一个。曹老九的盐队出城了，野猪族在后面跟着，说是去认岩洞的路。盐牙等这一天等了3年。你昨天在峡谷里是不是早算好了？带野猪族去，让曹老九看到兽族站你这边，铺面单，让他看到按手印比动刀管用，最后算那3吨修路费，让他觉得欠你的，每一步都算好了。不是算好的，是我知道他要什么。他要盐，我要路；他要面子，我给台阶。送货的说到底就是知道收件人要什么，也知道寄件人有什么。接下来呢？接下来让石伯把对讲机送到盐湖，通讯网铺开，物流速度快1倍，然后往东走，3天路程外有个地方资源复兴，叫桃花源，找到它，3座城的人都不用再饿肚子。磨了一晚上了，再磨刀刃该卷了。东边我没去过，不知道会碰上什么。所以你磨刀有备无患。雷达模块已激活，检测到东边3天路程外资源极度重溢区域，水源、果林、露天铁矿、石灰石、粘土，全部露天可采。水源、果林、露天铁矿全挤在一块儿，这地方能养3座城。枯树林有3条岔道，最左死路，中间难走，右边安全。走右边，安全第一。这颜色，含铁量至少提3成，你得砌新炉子，比广场那个大1倍。我正要跟你说这个，
师伯，新炉子图纸你先画着，回来我就开工。你带多少人去？苏诺、黑牙2个猎户，旺财留下看车。人是不是少了点儿？东边没人走过那么远。这次你留下，石伯腿不好，你帮他看炉子，不许让他自己搬矿石。你倒舍得？不舍得也得舍，找到好地方，以后他有的是路要跑。这几天的出入登记、物资调配，按我留的册子来。兽族的面单分开记。放心，账不会乱。鲜肉、灯干、果子每族比例不变，有问题对讲机呼我。我知道，你是我见过最靠谱的仓库管理员。绅士，东边路远，这罐水你带着路上喝，是新井的水。谢了，老人家。老黑，记上，城东老妇人面单加1罐水，回来补她2罐。记上了。灰狼族说，契约签了就不会反悔。你们不在，他们守城。告诉灰狼，城墙地基挖深一点，回来我要检查。知道，挖不深你扣我粮。以前出城只有我一个拿刀的，现在呢？现在这么多人送，不习惯。习惯就好，以后送的人会越来越多。警告！检测到目标区域存在未识别高温测源，热源强度极高。高温特源是不是山上那个东西？不知道，但上次紧急警告是兽族攻城那晚，那次抽到了1吨宠物粮。那这次怎么办？还走不走？走。系统警告不是让退，是让代购装备。下次带石甲熊来，他们的背甲不怕高温。坐稳了，桃花源，走起！右边岔道绕远半天，中间碎石坡走不了车。这地方怎么从来没听人说过？太远，人族不敢来，兽族不喜潮湿。比井水甜？那当然，天然矿泉水，不用过滤。扫描完成，无智慧生命迹象，宜居指数满分。矿产高品质铁矿、石灰岩、粘土，全部露天可采。备注：检测到溪流上游存在热源异常，强度较昨日有所升高，建议保持安全距离。居住区、水渠、仓库、矿场、石波划线、野猪搬矿、石甲熊运料、灰狼挖地基，3个月打起来。你连图纸都没带就敢画？图纸在脑子里，送快递的走一遍就记住了。赵磊，来看这个，跟系统说的热源对上了，脚印边缘的土烧成了硬壳。不是踩死的，是烫焦的。这东西体温高的离谱。我上游走了，脚印还很新。先记下，矿场离山脚远一点，下次带石甲熊来，他们背甲不怕高温。画好了，但我能不能问一句，下次我还要来吗？你怕？不怕，就是觉得这地方什么都好，就是山上那个东西发毛。发毛就对了，能让人发毛的东西，要么是危险，要么是机会。山上那个东西，你觉得是什么？猜不出来，但脚印比石甲熊大，体温能烫焦草，晚上眼睛能发光，肯定不是普通的兽。兽族传说里有种东西住在火山洞里，靠吃矿石活着，但那是传说，没人见过。吃矿石？铁矿石、铜矿石、岩石，传说它吃矿石吐的渣比铁还硬。比铁还硬？石波听了得高兴的睡不着觉。你又想收服他？铁矿加石灰岩等于高炉，高炉加天然高温兽等于不熄火。这东西真吃矿石，我供他一辈子。你连他长什么样都不知道，已经在算账了。送快递的不算账怎么铺路？他在看我们。他每天晚上都在看我们。看就看，看够了他自己会下来。不下来，下次我们上去找他。他在往下走。多远？还在山脊上，但比昨晚近了大概200步。他在试探我们。诗诗，你干嘛？让他看清楚，我们是人，
不是猎物。有火有公道有脑子，他要下来谈，我在这等；他要打架，我也有面单。退了。他怕火？不一定，可能是没见过人举着火把喊话。连兽族都不会这么干。对，所以他摸不透我，摸不透就会犹豫，犹豫就会退，这叫心理战。你刚才手抖了吗？抖了，但举着火把他看不出来。我离你3步远，我看出来了。那你不早说？说了他也能看出来，你装的挺像，继续保持。昨晚我们睡着之后，他又下来了，走到这儿看了营地一眼，又回去了。他没碰营地，没碰，连地上的果子都没吃。他在观察我们，不是来觅食的，是来认人的。你怎么知道？因为如果他想吃我们，昨晚睡着时是最好的机会。他没动手，说明他不饿，或者不想。不管哪种，暂时安全。绅士，果子摘够了，我们是不是该回去了？回去，下次带够装备和石甲熊来，再跟他正式见一面。你要跟他正式见一面？对，见面礼我都想好了，带几筐矿石。传说里他吃矿石，那我就投其所好，先喂饱，再签约，跟收服五族一样，先撒粮，再按爪印。他没来送我们，下次来他会来的。先回去搬救兵。下次带石甲熊，10头够不够？5头就够了，多了反而像来打架的。拜访？你跟兽族从来没这么客气过。那不一样，五族是饿极了来攻城，我撒粮是救急。山上这个不饿不攻，每晚站山脊上看我们，这叫好奇。好奇能交朋友，饥饿只能做交易。油不够，来的时候多绕了半天，回去撑不到。能撑到吗？撑不到，得中途停一次。系统阴影，检测到宿主动放弃移居大陆，选择返回，成就归途，奖励续航油量包乘以1，油箱自动补满。你这系统还挺通人性。他知道我贪多嚼不烂，那片地方好，但现在站不住。铁矿加石荒石等于高炉，高炉加粘土等于耐火砖。山上那东西真吃矿石，等于不熄火的天然炉。石伯得乐疯。你就这么确定他能收服？万一他不吃矿石呢？那就换别的，鲜肉、冬干、果子、鲜奶，盲盒里物资多的是，总有一款合他胃口。你把收服兽族说的跟送快递一样。本来就是送快递，送货的说到底就是干这个的，知道收件人要什么，送到门口等人签收，不管长几条腿。下次带石甲熊去，他们背甲不怕高温，那东西喷火，石甲熊能扛第一下。豹族从侧面绕，灰狼守住营地。你不怕？怕，但豹族跑得快，打不过可以跑。你放心，不会打起来的。我有经验，跟五族谈的时候，第一件事不是亮刀，是亮粮。旺财，听见没？找到了，水源、果林、露天铁矿，够黑石城用100年。师伯，新炉子得砌大1号，桃花源矿石品位高，出铁率至少提3成。多久回来？明天中午到。山上那个东西呢？搞清楚是什么了吗？还没，脚印比石甲熊大，体温能把草烫焦，晚上眼睛发红光。每晚站山脊上看我们，但没靠近营地，暂时安全。回来细说，我在炉子旁等你。你给那个地方起名了吗？桃花源。我老家有篇文章，讲一个与世隔绝的好地方，没有皇帝，没有贵族，自己种田自己吃。跟你找的这个地方一样？不一样。我这地方有铁矿，山上还有个不知道是什么的巨兽，比文章里写的刺激多了。你那古人种地不用铁吗？用，但他们没有物流网，也没有一群兽族帮我送货。夜里冷，披上。你呢？我皮厚。明天进城之前给旺财带点果子，他叫的中气不足，想你了。你什么时候学会听狗叫了？跟你学的。听不懂兽语之前，我也是乱猜的。明天回去第一件事做什么？找师伯画新炉子图纸。第二件事，给桃花源准备见面礼。你确定他会收你的礼？不确定，但送快递的从来不空手上门。旺财，师伯有没有自己搬矿石？搬了一回，
被旺财咬着裤腿拽回来了。好狗，新炉子图纸我画好了。桃花源的矿石样品带了没？带了2块。黑鸭，拿给师伯。哼，品位至少比矿场高4成。这石头进高炉，1炉能多出20斤铁。新炉子不用砌大1倍，砌在桃花源就行，就地炼铁，运铁锭回来。那更好，省了运费。这就是桃花源的石头。对，以后这石头要多少有多少。野猪挖矿，石甲熊搬矿，灰狼押运。行，石头是野猪族的强项，押运是灰狼族的强项。第一批铁锭什么时候能出？盐湖曹老九昨天催了，延换铁道订单排了10几张。告诉他1个月后，第一批铁锭先打农具，锄头、犁头、水长轴，农具够用再打刀。记上了。你把整个计划都排好了。桃花源采矿，就地炼铁，运铁锭回来打农具。矿场、高炉、运输线，1条龙。这才叫物流网。光送水上面是初级，送铁和盐才是中级。中级阶段之后呢？高级阶段把帝国的路也铺通，黑石城、盐湖、桃花源，再加都城，4个点连成一个圈。到时候帝国铁骑来了不用打，得排队填面单。哼，你给桃花源起名叫什么来着？桃花源，但那是小名，大名得叫新义，万界义第1个分站。新义？对，以后还有第2个、第3个，等全大陆都有万界义，我就是物流之王。图纸上有个地方画错了，你过来看一眼。你主子是个疯子。你也是。进山区了，信号断。黑崖还有多远？快了，前面那个石柱就是领地边界。停车。黑崖克的意思是我们在这里等。等我们？克这么丑，一看就是拿爪子划的。树枝划的，爪子握笔不好使。签收，人家留了标记，我总得回个信。绅士，你在石头上按手印干嘛？黑崖留了快递台号，我签个已收，以后每个驿站我都按一个，按够100个，万界驿的路网就成型了。这条路你开的？你教我的。我教你什么了？第1天你跟我说，黑石城等不了下一个雨季，打井、铺面单、收兽族、通盐湖、找桃花源，每一步都是背你那句话来的。我不干，你就拔刀。你记这么清楚？送快递的记收件人的话是本行。城墙上怎么有黑烟？城门也大敞着。烟是仓库方向，不是篝火，是烧存粮的味道。黑鸭进城之后，你去找老黑，我先去仓库。一起去，你一个人我不放心。加速。怎么回事？熊族反了！你们走后第3天，老熊王带20几头熊砸了仓库，抢了存粮和铁器。石伯去拦，被推倒撞在门空上。新打的那批锄头还没淬火，让他们抢走了。猎户甲，扶石伯去井边洗伤口。老黑呢？在仓库清点损失，灰狼哨兵伤2个，猎户队伤3个，都不致命。熊族把面单全踩烂了，存粮袋撕碎，铁器散了一地。老熊王是我叔，我拦了，拦不住。他说人兽合作是生族耻辱，带我去见他。紧急事件：熊族叛乱，建议武力镇压或利益收捕。老熊王，我走之前跟你说过，回来要检查城墙地基，地基没挖深，你倒把仓库砸了。人兽合作，几千年来人族见兽就杀，兽族见人就咬。你凭几袋粮就想改规矩？我没想改规矩，我只想修路。修路？你让熊族搬石头修城墙，让灰狼挖地基，让豹族跑腿送面单，你把兽族当苦力。灰狼修城墙换鲜肉，石甲熊搬矿换冬干果子，豹族跑腿换鲜奶。每份工都有面单登记，每顿粮都有签收。你问问身后的熊饿肚子时，你给过吃的吗？老熊王契约写了，干满1月去留随夷，再干10天就能拿第1批矿换盐换肉。闭嘴！
你是被外乡人喂熟了吗？老熊王，没有赵宝，你早饿死了！你还有脸砸仓库？人族闭嘴！什么东西？碎石机，1小时碎10吨是的，桃花源开路用的。看清楚，这是我找的地方，有水有果子有铁矿。黑石城到桃花源要修路。熊族力气大，本该是翻身的机会。砸仓库抢粮够吃几天？10天。吃完呢？2条路：一，你们继续抢，我开车走，5族契约作废，受粮停工，回去啃树皮。2，碎石机归熊族，修路抵债，路修完机器归你们，以后修路工程熊族接面单，按工时算，管饭，干满1年债清。熊族要碎石机，也要路，你说话算话。面单上白纸黑字，按了爪印就生效。我从来不骗签收人。扫一个。兽族联军首次列阵听令，成就嘉诚，平息内乱。 60年来头一回，5族列阵不是来攻城，是来听一个送货的号令。变了天了，真的变了天了。我要想跟你打架，你已经被装箱了。我是来给你们一条新路的。画押，画押，熊族认了。不是你打赢了我，是你把路修到了我面前。路是真的，契约就是真的。1年修完桃花源的路，碎石机归你。债清之后，熊族接新工程，按面单结算，管饭、管工具、管矿石。我说话算话。只要你说话算话，我们熊族干活从不偷懒。从今天起，熊族罚做开荒主力，干满1年抵消罪责。新大陆命名新义，2族分区统一调度。矿场离山脚远些，主下管运输，管修路，石伯管高炉铁器。新义的路，熊族修；新义的营地，带狼守；新义的运输，豹族跑；新义的矿，野猪族挖；新义的河道，我们钻。这一天，人兽不再分彼此。你当初说你是送货的，现在你却给我们送了一个小事。黑石城是起点，新义是头一站，盐湖是第2个，以后还有更多。内乱平息，等级提升至70，解锁终极盲盒池，新区域解锁，新义。你刚才在看屏幕，不是看矿坑。屏幕了个数字，等级从18跳到70，内乱平息的系统奖励，终极盲盒全开，新义入物流网，3个点连成一条线。太尺寸。大人，新义面单格式要不要改？那边矿场果园多，物起种迪比这边全。格式不改，多的物品后面加备注。面单规矩不能变，先来后到，不分贵贱。记上了。下一步是不是往东铺通讯网？帝国骑兵的事你打算怎么处理？铺，基站架在峡谷高地，信号覆盖新义珊瑚之间。帝国不急，他们还在探路，我们还在修路。等新义路通，第1楼铁水出炉，再拿货去敲帝国的门。敲门？送货的敲门从来不带刀，只带面单。神使，你要亲自去，新义那边什么都没，路又荒，地也生，山上还有东西没搞清楚，太危险了。所以我才要去，踩清楚了才能进。峡谷窄，小心落石。野猪族在前面拱，碎石推到2边。岩石我带来了，铁器真能做。新义有露天铁矿，岩石加铁矿一起烧，能出铁水。这条路以前是死的，修了也能过车队了。这就是你说的桃花源？铁矿就在这下头。营地画在这里，矿坑往这边挖，山脚先不动。山上有东西。上次来山顶亮过2团红光，还没搞清楚，先别靠近。我放2个哨盯着。行。铁矿到了，岩石到了，什么时候开炉？等石波到了再说。
高品位，入牢前不用多处理。多久能砌好？3天。申使，山上的到底是什么？能让雷条标红的东西，不会是小玩意儿。烧出来能做什么？刀、犁头、铁锅，你想要的都能做。给我留一把。第一炉出了铁水，先给你打一把爆族短刀。明天砌炉子，天亮开工。谢了。 4条线，居住区离炉子远一点，水渠从西边引，仓库建在中间。矿场和营地中间留多少？50步，够搬矿石，也够防火。图纸、砖、钻头，全齐了。能建，3天，尺寸照着来，偏差1寸都不行。人要多少？石甲熊搬砖。 野猪族搅泥，灰狼地料，再加5个人族。师伯，你这一辈子砌过几次炉子？第一次。第一次就敢较真？炉子倒了可以重砌，铁水漏了，人没了。可以了，投料。 你信他能烧出来吗？信。他这辈子没见过铁，但他见过的石头比我见过的多。这是铁！大荒第一炉自产铁器。赵磊，你真做出来了？不是我做的，是石伯做的。稳了。 以后跟你混，你这路子比我范岩有前途。别急，第一炉只是试水。说好的短刀，别忘了。忘不了，下一炉出来第一个打你的。大荒第一炉自产铁器出炉，等级提升，解锁基础冶金图谱。赵磊，来人了，不是兽族。多少人？2旗，带铁甲，举黑旗。帝国的人，那面旗，帝都禁军。谁是这里主事的？本使奉皇帝口谕，请主事者出列接谕。说，我听着。你就是那个让兽族和岩帮都听令的外乡人。 没有人听我的令，他们是自己签的契约。哼！陛下口谕，交出盲盒与铁器配方，封万户侯，赐10亿。不从，3月后3000铁方兵临城下。3000骑兵。告诉他我在忙，要见我，排队。外乡人，你知道你在跟谁说话吗？知道，帝国的特使。 但你刚来，没填面单，没登记，没预约。你想谈，可以去那边找师伯拿一张面单填了，叫什么，从哪里来，要什么，填完了我再看。你会后悔的。后不后悔，等你的3000骑兵真的能走到心意再说。申使，帝国不是巴图。 3000骑兵不是说着玩的，我知道，但交东西一次都不行。这次交盲盒和配方，下次他们就让我交人。那3个月后怎么办？3个月，够炉子出3批铁器了。外乡人，2天了，你让我等了2天。 我说了要见我排队，你排了2天，今天轮到你了。说，陛下开出的条件：盲盒和配方，你交万户侯，不交3000骑兵。那天说过了，没变。
你考虑清楚了吗？你的兽族加人族不到1000人，3000骑兵3比1。你从帝都到这里走了多久？3个月。3个月，3000骑兵带着粮草辎重走3个月，粮道得多长？你算过吗？你的骑兵明天出发，还要3个月才能到。3个月够我的炉子出3匹铁器，够1000人拿上铁丫鬟。你要打，可以，但你回去也得走3个月，来回6个月。你的皇帝等得起6个月吗？你这是在威胁帝国？我在帮你算账。你回去告诉皇帝，心意的东西，帝国可以买，但不交。签个字，缺什么写下来。矿石、铁器、盐，只要价码合适，我卖给帝国，但盲盒配方不卖。你要什么价？路权。帝国境内的商路全部挂万界翼的牌子，货到了就得送到，不管收件人是谁。我会把话带回去。面单你带走，想好了填，派人送到新义来。你是第一个让帝都特使排队等3天的人，不是最后一个。你让他写面单，他真会写吗？他会。等帝国方发现自己打不出能跟新义比的铁器时，他就会写了。炉子准备好了，明天出第2批铁。加紧，3个月，铁器不光够装备我们自己，还要够卖给帝国。等级达到85级，解锁能力远程通讯魔冠，盲盒已发放。这玩意儿能隔着50里说话？什么？按下说话，松开听。50里内拿另一台的人能听见。每人一台，按左边说话松开听，谁有事直接喊。听见了吗？听见了，你就坐我旁边。我知道，就是想试试。这东西挺好的。你刚才想说什么？没想好。你们两个能不能换个频道？全频道都在听你们俩说车葫芦话。他说的对。你闭嘴！别用吼的，正常说话。听不懂，你等着，我让赵磊翻译。黑牙说，这铁盒子比狼嚎传得远。他说他很喜欢。黑牙，新义矿石装车了没有？装了12车。好，送到黑石城，石波在那边接。3座城，3条路，你画了个圈。圈里能养活1万人。出发了。傍晚到，矿石到了，直接送熔炉边。这批打完，够40把刀。40把，够装备一支小队了。岩石装好了，细岩和粗岩石都分了类。赵磊交代的，盐不能混着用。你忙得过来吗？面单管记录，对讲机管调度，货车管运输，3样一起转，比一个人跑断腿强。文明基建阶段，商路网络已成型，等级提升至90级，物流覆盖率大陆东部70%，70%，还差30。你还真想送遍全大陆？面单都印好了，不送浪费。苏诺，黑石城那群贵族又催婚了吧？你不急，赵磊也不急吗？他急不急关我什么事？我都生3个小崽子了，神使打算什么时候给我们添一个小神使？对呀，万界翼17座城都等着呢。赵磊，咱们的小神使什么时候来啊？神使，你俩的事儿全城都替你着急。你们瞎起什么哄？人家苏诺说了，不给我生，听到没？别败坏他名声，以后他嫁人怎么办？我什么时候说过不给你生了？你刚才说不急就算了。你傻呀，他话都递到你嘴边了。快去追！
刚才是不是说愿意给我生？宿主滞留蛮荒时间10年，当前等级90，距满级差10级，满级后触发出绑定，永久留下。2. 完成最后一次配送返回原世界，倒计时30天。10年了，我来这个世界10年了，回还是不回？旺财，你说我该怎么办？再往里挖3尺就到副矿层了，这批够打50把刀。上面裂了，所有人退出去！你先走，我断后。别废话，一起退！旺财被石头压到腿了，别拽他，碎石松。你怎么那么傻？你不知道躲吗？我说3、2、1，你往外拖，别碰关节。出来了，没事的，你没事，你没事的。骨头没断，但它年纪太大了。这条狗跟了你10年，按狗的寿数已经是高寿了，这关怕是撑不过去了。他替你挡石头的时候没犹豫，是个好样的。我让人在西边找块好地方埋在那儿，以后矿场的人天天都能看见。我去拿块新布，不用背。赵磊，兽医说了，撑不过今晚，你得让他走得不痛苦。我说不用背，他的命还没到头。他守了你10年，黑石城会永远记得他。旺财埋在这里，以后每一个来取面丹的人都会知道替你挡过石头的狗。我说不用背，谁说的不行？你带他去哪儿？回黑石城，路上他不会有事。你知道这是无用功吧？我知道，但我不能就这么让他死了。没有药，没有能救他的东西。宿主可于满级后提出终极愿望1次，仅限1次，能力范围内。核心任务全部完成，终极断级100。1. 解除绑定，永久留下。2. 完成最后一次配送，返回原世界，倒计时24小时。这是最后一次开启通道的机会，你想回去吗？不回，你确定？这是我特意申请的通道，只能开1次，一旦关闭，你永远留在这里。我在现代无父无母，没有亲朋好友，在这里有并肩作战的朋友，有把我当成神使，实则当儿子照顾的百姓，还有我的心上人。我不回去了。好，解除绑定，宿主选择永久留下，此操作不可逆。还有1次终极愿望，我给你留着，想好了再说。愿望还能留着？不急着用，什么时候想好了，叫我就行。谢了。你们这是干什么？城主跟我们说了，你要回家了。这把刀是我带着几个学徒一起打的，比一刀还硬。带上，路上防身。这件兽皮袄是我婆娘赶了3个晚上缝的。听说你那边冬天冷，细盐够你吃1辈子。到了那边也别忘了咱万界一的盐是什么味儿。我自己挖出来的第1块矿，磨了3年，没什么用，就是好看。到了那边别担心，这里的事有我在。路通了，商路再转，铁器再打都能自己转了。我不拦你，你走吧。你干什么？我不走了。你说什么？各位，我不走了，
这里就是我的家，我哪里也不去。不走了，好，炉子还有人烧，今晚全城摆宴，盐湖的盐，心意的肉，黑石城的酒，老子的存货全拿出来！我去敲钟，让全城人都知道神使不走了。你说这里是你的家？是。那你的家人是谁？你说呢？全城人都知道，就你自己装不知道。还在吗？在。上次你说了愿望给我留着，是吧？想好了，我的终极愿望就是让旺财恢复，像我第一天见到他那样，能跑能跳能追野兔。就这个，你确定？这是你唯一一次机会，不给自己用，不给苏诺留点什么？我留下来就是给他的最好礼物，不需要用愿望换。好，确认，愿望执行中。好了好了，旺财，你也太高兴了，下次再冒险救我，就扣你罐头。感谢您一直以来的付出，快递员。下次去末世送外卖，我还找你们那个世界的人，靠谱。总有一天，我们会再见面的。系统走了。走了。难过。不难过，他帮我把最后一件货送到了。饿了。那天说的话还算数吗？我说过那么多话，你说哪句？就是那天在篝火旁边，你说要给我生小神使的那句。哪有人还没结婚就想着生孩子的？你害不害臊？你看看，为什么是7年？之前为什么不说？因为我不敢。系统那个回家的选项一直挂在屏幕上，我每天都能看到。我不知道哪天我会撑不住点了它，也不知道哪天它自己就亮了。如果有一天我必须走，我宁愿你从来没签过这张面单，至少走的时候你不会一个人留在这儿。但现在我不走了，我说了不走了，所以我来问你，那天说的话还算数吗？签收了吗？还没。那签吧。签了。7年，你就用一张面单娶我？面单是我这辈子最值钱的东西。让一让，嫁妆来了。盐湖最好的细盐，够吃到你俩抱孙子。你这是送盐还是催生呢？自己琢磨，反正我话放这儿了。明年这时候我要看见小神使。神使，这把刀是我用新一铁自己打的，比不了一刀，但打猎够用，送你当贺礼。手艺不错，以后矿场招学徒，你第一个报名。我婆娘当年织的，放了20几年了没用上，你俩用吧，做床单、做门帘都行。谢了。新义矿场出的第一块富矿石，一直留着没卖，送你。熊族欠你的不止这块石头，但石头最好看。
够分量，放万界驿门口当摆件。本来就是摆件，别拿去炼铁，浪费。灰狼族晒了一整个秋天的果子。野猪族藤筐是我婆娘编的，比人族的筐结实3倍。这筐能装1吨货，以后发果子就用它。帝国的人，这次带匣子来的，不是带刀。陛下听闻赵议长大婚，特命本使送来贺礼。金刚长剑一把，剑柄镶帝都红玉。陛下说这把剑不是武器，是信物。帝国与万界驿远不为敌，永不为敌。这话是你家陛下说的，我记下了。陛下还说贺礼收下，铁定订单能不能优先排？不能，面单排队先来后到。回去告诉你家陛下，规矩不能破，但下次来多带几颗红玉。习惯就好。我当年为了插队，差点跟他打起来，最后还是排队了。你穿这个？不然呢？穿铠甲。行，那我也不换了。赵磊、苏诺在。一个是外乡来的送货人，一个是城墙上的守夜人，一个带来种子，一个守着城，谁都不欠谁。喝了这杯酒，往后就是一家人了。这话7年前我就想说，等了7年，总算用上了。刀我自己打好了，这是剩下的矿，给你打别的东西用。谢了。都喝了交杯酒了，神使，亲一个，亲一个，亲一个！谁敢再喊？来了，这次骑上没绣金边。让他过来。外乡人，陛下看了你的面单，然后呢？陛下签了。真签了？帝国皇帝签了你的面单？条件呢？路权归你，帝国境内所有官道驿站挂万界驿的牌子，但你每批货过境要缴1成给帝国国库，作为过境费。1成？行，不算黑。标红的驿站你都可以用。这条路打通了，以后铁骑3天能到帝都。我也去。你去帝都干什么？看看皇帝长什么样。全境驿站，赵磊，你这下真发达了，帝国全境商路全握你手里了。还没握稳，得亲自走一趟。你不怕这是请君入瓮？怕什么？他们缺好铁，整个大陆只有新义能卖。五族、兽族是盟友，珊瑚沿路在手里，17成物资全走我们的商路。现在是帝国求我们，不是我们求他。他盖了议事，就是签了契约。我去是送第1单货，顺便看看签收人长什么样。我和你一起去。好。夫妻同心，其利断金。兽族不得入殿。我在这儿等。他是我的随行，他不进，我也不进。外唐人，这是帝国大殿，不得放肆。我说了，他不进，我不进。让他进来。朕听闻万界驿的赵议长新婚不久，旁边这位就是苏诺城主。是。金国不让须眉，赵议长好福气。朕也不和你兜圈子。赛亚公主今年刚满18，是朕最小的妹妹。朕把她许配给你，做大做小随你心意。陛下管的有点多了，我娶谁娶几个，这是内政。按万界驿的规矩，内政不受外来干涉。大胆！陛下赐婚是天恩，我不是帝国的人。万界驿不是帝国的属地，我来这儿不是来求官求爵的，是来送货的。
我要的东西很简单，路权。帝国境内所有商路驿站挂万界驿的牌子，货到了就得送到，不管收件人是你的臣民还是你的敌人。我的物流网里没有国界，至于娶谁，我有夫人了。陛下，此人出言不逊，目无君上。你说他们签了你的契约，我看看。拿玉玺来。货到了，签收吧。赵狱长留步，我在殿后听到了，你不肯娶我。公主，你年纪轻轻，干嘛非要找我这么一个平平无奇的大叔？我功夫上全是机油味儿，车上还有狗毛。我听闻你在黑石城打出第一口井的时候就仰慕你了，你把兽族当朋友，把盐帮当兄弟，17座城的人都信你。我不在乎你年纪大，不在乎你车上有狗毛。公主，你仰慕的是万界驿的赵议长，不是赵磊。赵议长是个符号，赵磊是个每天早上起来头发乱得跟鸟窝一样的男人。你嫁给我，第3天就得后悔。我不后悔。我答应过我夫人，这辈子只欠她1张面单。公主哭着跑了，你不后悔？你就这么想把自己男人往外推？我生气了，除非你3天都穿我喜欢的那套女王裙，不然不原谅你。在外面胡说八道什么？你脑子里能不能装点正经东西？疼，你就说穿不穿？3天，少1天都不行。回去再说。还去不去看驿站了？去，先回火车，我看看地图。这是什么？系统不是走了吗？隐藏成就已达成，掌控天下物流，地图永久保留。你已经不再需要我了，你自己已经能把这幅图填满了。这东西比你以前那个系统屏幕还厉害。他说以后不需要它了，说我自己能填满这幅图。这东西能看到星系的仓库？能，连你藏刀的那块石头底下都能看到。那你别看了。7个驿站变成17个，17个迟早变成70个。这张图我还没填满呢。这他娘的是什么玩意儿？全大陆的地图，驿站在上面全亮着，比烽火台管用。能看到盐湖的库存吗？能。曹老九，你仓库里细盐剩3袋了，明天该补货了。连我家底都看光了，这破地图谁做的？带了矿石，够不够当敲门砖？不知道，但上门不带礼不太礼貌。别叫，打扰了，带了些吃的。你会说兽语？放下来。他吃了，味道怎么样？还行，比石头好咬。山下矿场还有，你要是喜欢，随时下来吃。你在招揽我？被你发现了。我叫什么？你趴这地方能烧炉子，叫你炉爷吧。赵雷，你昨天去山里招惹了什么东西回来？这东西是个天然忘了鼓风机。卢爷，这名字起得挺准。我说了3遍了，这批细盐是发往北境3城的，不是黑石城的。你让我过去。海队，北境的车在左边，黑石城的车在右边，你站错道了。1、2、3，
嘿，再来一次！昨天新义送来80把铁刀，黑石城发出40袋粮，盐湖发了15车盐，北境3城追加30把铁犁头，东区缺盐，催了2趟。17座城都开始走货了。东边3座城缺铁犁头，问能不能加2批。南面矿场说最近运力吃紧，要求增加暴族运输。加，让新义矿场多加2班工，暴族运输队再招10个学徒。招人简单，招暴族简单，但新义那边说，卢爷最近睡觉时间越来越长，熔炉火力不稳。卢爷那是懒，让石伯给他多喂2筐矿石，吃饱了就好。是啊，我的货今天不到北境，明年开春就没种子下地。我的盐车大前天就排上了，你插什么队？北京的车走左边通道，盐湖的车走中间通道，吵架的停3天再发货。下一个，南边矿场的铁锭车队往前走。你现在一纸面单，可以调动帝国的铁器、盐湖的岩石、新义的矿石、黑石城的粮食，不用打仗，比皇帝还忙。议长，城主刚才在城墙上，医师说他有身孕了。他在哪儿？城墙上？他还站那么高干什么？黑牙，你替我接一下面单。老黑，你看着发货。你还站在这儿干嘛？风大，下去歇着。巡城，今天的活还没干完。我来巡，你下去歇着。7年，面单我填了多少张？今天填到这张最值钱的。面单呢？拿来签收。啊，字真丑。炭笔粗，回去给你重写。小姐，你今天还没喝奶呢，先别巡城了。百姓的要求还没解决，我哪好意思喝奶？奶放桌上，回来再喝。婆婆，你家缺什么？缺一把梳子，头发越来越少了，梳都梳不动。记下了，明天送到。缺一双能跑过暴族的鞋子，你能弄到吗？我问问黑牙叔叔，他跑得快，可能知道。你家缺什么？缺一支能射穿野猪皮的剑。有了这根剑，狼都不敢来了。他跟你一个样，见人就问缺什么，可算尽量缺什么，还拿张破纸画圈。像你更多，忧国忧民。我小时候可没这么操心，我那会儿只顾着逃学。逃学？对，被老师逮回来站走廊，站一上午。面单这点比我强，起码他主动加班。送货的本事是像你，认真劲儿也像你，但那个操心的毛病是跟你学的。行吧，算咱俩一人一半。脑子像我，脾气像你，以后嫁人不用担心吃亏。小姑娘，你长大想做什么？我以后也要和爸爸一样当快递员。系统。爸爸。没事，走，爸爸教你填面单。你那小纸条上的圈圈该升级了。去哪里？跟爸爸去送货。你今天要上学，石伯在教室等了你半个时辰。昨天学的我都会了，今天的内容可以明天再学。不行。哟，被抓住了。还在看热闹？你之前亲口说你小时候逃学，现在好了，你女儿学你。那我逃学起码翻墙出去了，他连城墙都没摸到，这技术不行。回教室。你不是说你想学打刀吗？今天你石爷爷教这个。可石爷爷讲课太慢了，他讲一上午，黑牙叔叔一爪子就能示范完。黑牙叔叔那一爪子是练了10年的，你先学理论，实践我以后教你。真的？你亲自教？你先回教室。他这倔脾气真随你，我小时候被逮住就认了，他被抓还跟我讨价还价。嘴贫也随你。他刚才找过我，说卢爷答应带他翻墙出去送货。卢爷那个懒骨头手什么时候跟他混这么熟了？上个月你出差去盐湖那几天，
小面单每天去乳炉边蹲着，卢爷让他爬背上晒太阳。黑牙，去跟卢爷说一声，以后不准再惯着他逃学，他要翻墙也不许驮他。你自己去说，卢爷怕你，不怕我。行，我去说。你这老伙计现在成景点了，今天早上还有北京来的商队站旁边看，问我这车是不是当年从天而降的那辆，我说是。他们说能不能摸一下沾沾神使的运气，让他们摸，但别碰雨刮器，那个松了，还没给我修好。你现在出门还用这车吗？不用了，现在运输靠豹族和驼队，通讯靠对讲机，铁矿自己挖，铁器自己打，车留着当办公室，偶尔开出去兜兜风。以前你全靠他抽盲盒，现在盲盒系统都停了，车还能开就行。盲盒停了，但物流网还在，系统教会我怎么铺路，路铺好了，他退场也没关系。以前这里只有猎户和逃荒的，现在什么族都有。以前这里也没有你，也没你。小面单，爸爸，这是什么？以前用来抽东西的，现在应该不能用了。旺财，这是旺财。顺便跟你吐个槽，我带了个外卖员，特别能惹事儿，业绩不行，脾气挺大，送一摊能跟3个顾客吵起来。我跟在他后面收拾烂摊子，比管17座城还累，跟养了一个女儿似的。你现在说话和我似的，像个被女儿逼疯的老父亲。有吗？当然有。以前你只会说祝您配送愉快，好几个月也不理我，现在会吐槽徒弟，会送生日礼物。我觉得你现在特别像人。在这片大陆待久了，看你怎么收复兽族，怎么跟帝国谈判，怎么把面单铺满全大陆，怎么把一群互相猜忌的人拧成一股绳，看都看会了。那个暴脾气的小姑娘，她嘴上骂骂咧咧，但从来没迟到过一次，跟你挺像的。我可没跟你比这个。不用比，不用比，你教了我10年，我教了他几年，算起来他是你的徒孙。下次再聊。小面单，生日快乐！长大以后别学你爸熬夜舔面单，对身体不好。爸爸，这个布娃娃是谁送的？一个老朋友，当年把爸爸送到这里的那个人。那他现在在哪儿？在另一个世界，带另一个跟你爸差不多卷的外卖员。走，回去拆礼物。今天你是寿香，面单不用填了，你妈给你准备了一份大礼物。北京3城去年雪灾，粮食缺口2000吨，新义调1000吨，黑石城调800吨，剩的200吨，盐湖帮驼队路过北京时顺带。南边矿山缺铁器，犁头全磨钝了。新义下个月加产，优先供应南区。赵议长，好久不见，您这气色越来越好了。下关路上马蹄子跑废了2匹，就怕赶不上今天的大会。上次你来是为了驿站的事，这次又是为什么？陛下特别想念您，天天念叨赵议场什么时候再去帝都坐坐。下个月陛下准备亲自来看看议程，跟您叙叙旧，还特意给苏诺城主和面单家也都带了礼物。红玉刀鞘是给城主的，宫装是给小姐的。陛下说小姐长大了肯定跟赵议长一样能干，先备着，以后当快递员用得上。不用来，你回去告诉陛下，让他在皇宫里好好待着，多孩子少惹事。上次帝国对兽族开战是谁拦下来的？是我。再有下次我不拦了，我直接让人去帝都找太子谈谈，我看太子比他爹讲道理。赵议长说笑了，太子年纪还小，哪懂这些国家大事？年纪小没关系，讲道理就行。不讲道理的话，年纪再大也没用。下官一定把话带到，一定带到。那礼物，刀鞘和宫装留下，毕竟是他送的，不收显得我不给他面子。太子，你什么时候跟太子搭上线的？没搭线，但他上次主动派快马送了信，说感谢我拦了他爹对兽族发兵，回了一封信过去，后面就没下文了。反正够使臣传一阵子了。你这离间计用得好，这么一闹，那边哪还顾得上我们万介意的事儿？赵议长，西城欠粮不还，东城堵了上游，他们现在反咬一口。赵议长，东城要的利是原契约的3倍，我们不是不还，是还不起。赌河道涨利息，你们2城的事儿跑我这儿来吵什么？谁先挑的事谁自己收拾。要谈可以，让2个城主亲自来，不到场面单我不发。没听懂啊？回去叫你们城主。信使谈不出结果，别在这儿浪费时间。好，我回去请城主，3天之内一定到。3匹粮
契约上白纸黑字写着利息，你们签了字不认账，现在怪我要的多，3批2还5批，你这叫利息，你这叫抢！我们去年收王全毁了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你故意把利息写那么高，就是为了让我们还不起，好占了我们的河道。自己种不出粮，怪别人利息高，你怎么不怪老天不下雨？再吵就滚出去！我这是驿站，不是给你们吵架用的。什么时候吵完了，什么时候通路。吵不完，2条商路都别想通。能好好说了？能。第1章，暂停边境物资配送7日，7日内各自盘点存粮，派人互验。西城把存粮清单送到东城，派人去核实，清单对得上，利息按原契约减半。第2章，新义铁矿优先供应和解方，先签和解协议的那座城，下个月铁器配额翻倍。西城签了，我也签了，签了就行。西城先签的，铁器配额翻倍归西城。东城慢了一步，但和解有效，7天之内互验存粮，验完了来拿面单，恢复物资配送。师伯，把两边签的面单存档。西城先签的，东城慢了半盏茶的功夫，下次早点下手。2张面单，2个城主亲自跑来吵了一架，然后乖乖签字。你这驿站现在比帝国大理寺还忙。大理寺断案靠律法，我吊瓶靠物流，他们不是怕我，是怕断货。驾，熊爷爷，你今天比昨天慢了，是不是早上没吃饭？吃了3筐矿石，是你变重了。我才没有，爸爸说我这是正常发育。面单下来，老熊王的毛都快被你揪秃了。熊爷爷的毛太硬了，扎手。爸爸，你下次给他发点护发的东西。跟你说过多少次，老熊王不是你的坐骑。今天不催产量，来找他说点事。什么事？这个，你以前砸仓库的时候签的惩罚单，记得不？记得。发作开荒主力，还没到1年。不是1年，是10年了。你修了3条路，挖了不知道多少矿石，债早还完了。我今天不是来催产量的，是来告诉你，惩罚够了，你们可以回家了。回家？对，回山里，去别的城，留在这儿都行，来去自由。我说话算话。不行，熊爷爷不能走，他走了谁驮我爬城墙？我不走。你想好了？想好了。回山里干嘛？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。在这儿有矿挖，有饭吃，还有个小崽子天天爬我背上揪我毛，比山里热闹。不是小崽子，我是面单。面单。你烧了？烧了，那张纸留着也没用，你又不欠我了。那我们现在算什么？算合伙人，收件人熊族，货品新义矿石开采权，签收即生效。备注：账清人自由，来去随你。按了。明天开始矿工排班你自己排，产量报给师伯就行。休假制度也自己定，别全挤在同一天，矿场还得运转。行，熊族不休假，挖矿比闲着舒服。爸爸，我要跟熊爷爷学挖矿。你先学会填面单再说。上次你帮灰狼叔叔填的那张，名字写错了3个字。灰狼叔叔的名字太长了，他就不能改个短点的名字吗？改不了，灰狼族名字都是5个字，我叫老熊王，也是3个字，你也写错过。那是我4岁的时候的，你们怎么都记？因为你那回把老熊王写成了老英雄。那张面单我还留着，贴在矿道口的岩壁上。我去找黑牙叔叔玩。我还以为我这辈子都得背那个惩罚单，你把它烧了，10年的事儿一把火烧了。10年前你砸仓库的时候，我挺想揍你的，但你要是不砸仓库，后来也不会修那么多路，功过相抵。抵了？抵了，你不欠我了，现在是我欠你矿石。卢爷，我来了，你今天有没有想我？给你闻闻野果林刚摘的，但你不能吃。石伯爷爷说你最近矿石吃太多，要减肥。他在脱皮。面单，下来，别压着他。脱皮？像旺财换毛那样吗？比旺财换毛动静大。爸爸，这个是芦叶掉的壳吗？好亮。这东西比铁硬，比矿场出的所有铁都硬。能打刀吗？我就看看。别碰，开刃了。这个颜色好漂亮，比一刀还漂亮。这刀什么名堂？芦叶退的壳打的。芦叶，你的壳可以打刀，你是最厉害的巨兽。本来就是。能打穿铁甲吗？能，所以得定规矩。什么规矩？这刀要是流出去，外面的人拿着干坏事怎么办？只有10把，每一把我都有记录，谁拿了什么时候拿的，拿去干什么，全部在面单上，叫一刀。持一刀者在任何驿站免签通行，铁律1条，刀不能对着万界驿的人。谁破了这条呢？一刀收回，不留情面。一刀收回，不留情面。爸爸，那我能拿一把吗？
等你成年再说。那我还有好久，卢爷的壳会不会都退完了？不会，够退到你成年。还是卢爷对我最好了。留着有用的。你翻这些出来干什么？前几天新来的学徒问我万界驿第一条商路是怎么铺的，我说不记得了。后来翻了半天，在货车手套箱里找到当年那张面单。妈妈，这张上面写的什么？字好淡，我看不清。一瓶水换一块兽皮，你爸进城第一天签的第一张面单。爸爸，你第一天进城就做生意啦？不是做生意，是为了保命。当时你妈拿刀抵着我脖子，问我车上装的是什么，我掏不出一滴水。妈妈，你干嘛拿刀抵爸爸？因为他看起来不像好人。现在呢？勉强及格。培训手册，你准备开班？对，以后新来的学徒不用从头问起，怎么填面单，怎么定路线，怎么分物资，全在上面。以后我不在了，或者你也不在了，这东西能留下。你连我当年献沼泽那段都写上了，能不能给我留点面子？你当时自己说半个轮子陷进去了，我照实写。爸爸，这条路为什么要绕一个弯？不能直接走过去吗？因为那段全是沼泽，当年陷进去半个轮子，黑牙和灰狼拽了半天才拽出来，后来绕了这座山多走一天，但安全。所以画路线的时候要先看地形。对，先看地形再定路线，不能图快，要图稳。这个叉是什么意思？是仓库的意思。你看旁边有个方框，代表房子的墙，插在里面就是存东西的地方。仓库，记住了。我的能送到北境，从黑石城出发，经过盐湖，绕桃花源，翻过雪山，到北境最远的村子。我的能送到地图外面，画不下了。地图外面是什么地方？不知道，但肯定有人。那以后我们把路铺到地图外面去。好，有志气，但得先学会填面单。卢爷的壳是给你们开路的，不是给你们打架的，记住了？记住了，开路不打架，不打，开路。干嘛笑成这样？你又闯祸了？没有，我给你准备了样东西。石伯打的？对，卢爷退的第二批壳打的，比一刀还硬。石伯特意给你做短了1寸，他说你用了10几年短刀，换了长的反而不顺手。明天我带你去个地方。去哪儿？桃花源，就我们俩。明天不是结婚纪念日吗？带你去故地重游。去哪儿？我也要去。不许！居然不许！你们两个出去玩不带我。妈妈，爸爸说要带你去哪儿？桃花源，不带小孩。唉，有了老婆忘了娃。行吧，你们去吧，我在家陪万宵。面单小姐，你爸当年追你妈等了7年，纪念日你就放他们1天假吧。7年？爸爸，你效率太低了。我以后长大了找对象，最多等7个月。你跟谁学的对象这个词？曹叔叔说的。他说你当年在篝火旁边结结巴巴跟妈妈说了半天，还没说到重点。曹老九，你给我等着！这把刀守过黑石城，现在不用了，挂在这儿。以后来送货的人看到它就知道，这条路以前是用刀守的，现在是用面单守的。你什么时候学会写这种话了？妈妈，这把刀以后会一直挂在这儿吗？会，挂到万界驿不在的那一天。那我要让我的孩子也来看，让他们知道奶奶以前守过城。你先长大再说。走吧，明天一早出发，今晚早点睡。唉，旺财，你也是没人带的狗，咱俩相依为命吧。走吧，再不走他又要装可怜了。上次装可怜骗了我3张空白面单。这条路以前全是碎石，你让野猪在前面拱，黑牙在旁边盯着。对，曹老九扛着岩石走在我旁边，脸憋得通红，问我铁器真能做吗？我说能，他差点把岩石扔地上。他那包岩石后来撒了一半，老黑说可惜了，曹老九说撒了就撒了，反正以后有的是。这行谁刻的？肯定不是石伯，石伯的字没那么丑。黑牙，他有一回说他路过桃花源，给石伯的记号补了一笔。那年你刚找到这片地，回去的路上油箱见底了，系统给解了你续航燃料包，你说先回去，下次带工程队来。后来你坐在这个位置，你说你连图纸都没带就敢画，我说图纸在脑子里，你笑了一下，那是你第一次在我面前笑。我没笑。笑了，嘴角动了一下，跟我现在看到的这个弧度一模一样。你看错了，还是比井水甜。那当然，天然矿泉水，过滤都不用。当年我就是靠这口水说服石伯在这建高炉的。你什么时候准备的？昨天半夜，趁你睡着了偷的炭笔，差点被旺财踩了一脚，墨水都差点洒了。
手上有水。没事，反正功夫也湿了。赵磊，城门口闹起来了，你赶紧回来！又闹？哪个商队的货堵了？还是兽族跟人族吵？让黑牙去处理。不是，这次不一样。有一队人从北边来，领头的是个老头，自称北境矿场的人。他说有急事见你，我问他说必须当面说。北境矿场那边一直安稳，出什么事了？还有，他们带了一封信，信封上印的是帝国的玉玺，不是皇帝发的，是太子发的。送信的人说，太子请你到北境矿场走一趟，说那边出了点事，帝国管不了，只有万剑义能管。纪念日结束了，太子送信，北境出事，帝国管不了，这不是请我去帮忙，这是给我挖坑。跳不跳？跳，又不是第一次了。北境线凭什么分给豹族？那条线我跑了2年申请，每次都说再等等。你跑北境，北境单程3天，你耐力不够，跑到第2天就得歇。我能一口气到，比你快1整天。谁说我耐力不够？去年盐湖风沙季，灰狼族跑了全站最多的长途。盐湖是盐湖，北境是北境，北境要翻雪山，你毛不够厚，我毛不够厚，你爪垫才不够硬。碎石路上跑2趟就得停下来舔爪子。停！北境线现在归谁？归豹族。昨天发的排班表上写的。排班表不公平，排班是按能力和路线匹配分的。北境翻雪山，豹族毛厚耐寒，单程耐力比灰狼强。牙湖线风沙大路烂，灰狼耐风沙刃叶路，那条线没人比你们更熟，各跑各的强项，不是偏心。那我什么时候能跑北境？夏天，雪山化了之后，灰狼也能跑，到时候排班轮换，冬天豹族跑，夏天灰狼跑，行不行？行，夏天我去。夏天我就少跑了。夏天你去跑盐湖，风沙季灰狼跑了大半年，夏天换你们去，让他们歇歇。轮着来，谁也不吃亏。爸爸，他们不吵了。暂时不吵了，夏天到了还得吵。你以后还想当快递员？当。他们吵架是因为排班不公平，以后我当快递员，我自己排班，不偏心。你倒挺有自信。行，那你得先学会怎么分路线。北境冬天冷，豹族毛厚，灰狼夏天去，这不叫偏心，叫按能力分配。以后你当调度也得这么分。那我先学看地图。石伯爷爷说，新义的矿场路线有7条岔道，我得背下来。背吧，当年你爸我送快递，全程的路线都在脑子里。我也当跑北境，冬天我跑。你爹刚说不让你跑太远。我比他跑得快，北境翻雪山我行。行，那你得先学会填面单。北境那边收货的人只认签字不认爪印，你爪子握笔得练。他教我。对，第一课。爪子握笔不能太用力，上次你把面单戳了3个洞。那是笔太软。万介意，后继有人了。爸爸。没事，可能是我听错了。好久不见，你怎么又来了？上次不是说最后一次了，舍不得我？这回真是最后一次。频段马上关了，关之前告诉你一件事，我回去了一趟，跟那边的警察说清楚了，你的档案撤销了，征信也恢复了，你不是小偷了。你专门跑回去帮我洗档案？顺路，我不喜欢别人叫你贼。还有事吗？还有一件，当初你的车掉进时空通道是我没检测到，发现的时候系统预测你会出车祸，所以我给你捞过来了。你不是意外穿越，是算我欠你的。那算我欠你一个人情。人情不用还，但我带的那个宿主就是那个暴脾气的小姑娘，她得来你这补点货。还真不客气，人情刚见下就派人来提货。行，让他来吧，想要啥我给他备好。他还带了你们那边的调料包，说想跟你换这边的盐，性子跟你一样，不吃亏。那挺好，你让他导航到万界一城门口，找门口蹲着一条黄狗的那辆车。我不在的话，找苏诺签收也行。丁，恭喜宿主，您已达成终极成就，物流之王。祝您在这片大陆一生平安，永无退件。系统将于1分钟后自动关闭，不再保留意识体。再见，赵磊。物流之王，收到了。系统。他说当初不是意外穿越，是他救了我，还回去帮我把那边的账清了。那他不是系统，是救命恩人。对，我们扯平了，两边的债都还完了。现在只欠你的。胡说，你能欠我啥？回家吃饭。爸爸，他还会回来吗？不一定，但他的徒弟回来，3天后备好货。
谁是赵磊？我师傅说这地方能捕获，按导航走了3天，你们这路修的还挺好。去，你的第一单。你是赵面丹？你爸说你小名叫面丹，我师傅说你怀里总揣着一张面单，见人就问缺什么。你怎么知道？你那个布娃娃就是上次从盲盒里掉出来的那个，是我给你挑的。针脚歪不歪？我缝了好几个晚上，耳朵怎么缝都耷拉着。师傅说挺好的，像旺财。工作的时候称职务，叫我快递员。我师傅说货到了就得送到，不管收件人在哪个世界。他让我替他补一句，面单够用吗？不够，他那边还印了一箱。我们自己能做，告诉他不用寄。赵议长，我师傅说你是他见过第一个把面单当圣旨的人。哼，不是圣旨，是契约。下午要开个会，帝国那边刚传来的消息，他们在边境线外发现了一片新大陆，有生物居住，不是兽族，是完全没见过的物种。新大陆多远？那边有人填面单吗？没有，连文字都没有。那正好，我说过要做这个世界的物流之王，就铺遍诡异土地。准备出发，先让黑牙带豹族去探路，石波备货，老黑印新面单，先来后到部分。你不怕那边的生物也拿刀抵你脖子？怕什么？我车上有可乐。物流之王还得接着干。